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现在呢，美元利率还处于高位，是不是要配置一些定期存款呢？那我们今天来系统地聊一聊定存呢，该怎么样选，收益才能最大化。主要呢，我们讲下面几个方面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联储的降息预期，他们可能什么时候降息，幅度有多大，降息了之后呢，对美元利率的走势又会有哪些影响，大家在锁定定期存款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做一个参考。接着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在美国4大银行当中找到利率比较高的定存产品。那按照资产排名呢，美国最大的4家银行分别是摩根大通、美国银行、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。那如果直接去买他们定存的时候呢，通常利率会比较低。那如果说要找一些就是市场上的平均利率，比如说4%左右的定存的话呢，还是需要一些方法的。那里面还有些套路，我到时候仔细跟大家说一下。之后呢，就聊一下网上的一些可以薅羊毛的地方。一个呢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富途，它一个8.1%的货币基金加上送股票的活动呢还在继续，我们上次算过收益率大概有20%以上啊。还有呢就是一些信用合作社他们给的一些活动的利率呢有5%到9.5%之间，当然了也有很多的限制。那我们慢慢的一个一个来看，先放一个免责声明大家随便看一看过。那我们先从降息的预期开始说，毕竟定存最关键的就是利率趋势了。虽然现在不少人都在期待降息特别是炒股和买美债的朋友们，但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，在最近几次会议上都明确表示不会急着降息。对于6月18日的 FOMC 会议，市场普遍预期这次大概率还是不会动的。那真正有可能降息的时间点呢，最早可能要到9月。预计幅度呢是0.25个百分点。那根据当前利率期货市场的预测，到年底联邦基准利率可能会降到3.75%到4%之间。那大家如果想要买定存，可以根据这个预测来安排锁定的时间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在美国排名前4的银行里面呢，怎么样找到利率相对高的定存。我们先看第一家Chase 大通银行，它是全美资产排名第1的银行。那我们去它官网上面呢，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定存利率，那从0.02%到4%不等，还是蛮多选择的。那我把相对较高的几个利率的定存呢，帮大家整理了一下，主要呢是4个月和10个月2种。如果你的存的金额在10万美元以上，4个月的定存 CD 利率呢是4%，10个月的是3.5%。如果是10万美元以下的话，4个月的 CD 利率呢是3.5%，10个月的是3%。不过要注意这些利率可能会因为你所在州或者分行的不同有差异。那我这边分享的是北加州湾区这边的利率数据，时间呢是2025年6月初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第二家呢，我们来看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，他们家定存品种还蛮多的。乍一看这个 CD 利率从0.01%到0.04%不等，但是呢，我们仔细找找，还是能找到一些利率还不错的。我这里呢，跟大家整理了一下。先是它的灵活性定存 Flexible CD， 这个呢就属于没有罚金的定存，就是开户之后6天，你可以随时取出本金和利息，不会被收提前取款的罚金。目前呢，12个月的灵活定存年利率是3.25%，最低开户金额是1000美元。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到期之后呢，银行会自动帮你续存成3个月的灵活定存，那个时候利率只有0.1%，所以最好给自己是个提醒，到期之后呢，赶紧处理。再来呢是美国银行的优惠定存，这是他们家限时促销的定存，通常呢会比常规的定存利率高一些。7个月的定存利率是4%，10个月的是3.45%，最低的存款金额呢也是1000美元，同样也是到期后如果没有在7天的限期内处理呢，账户会自动续存成3个月的灵活定存，利率也是0.1%。
最后还有一种就是最传统的固定利率定存，期限大部分是短期的，比如说是90天到179天之间，目前给的利率呢是 3.75%， 其他时间段的利率就是 0.03% 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有美国银行的账户，想要顺便买些他们家定存呢，就一定要选对时间，而且到期后记得续存高利率的产品。第三家呢是花旗银行 Citibank， 他们家的常规利率也不算高，一半呢都是 0.05% 的，中间呢有一些 2.25%、3%、4%的。我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，它目前的优惠定存呢是有7个月和9个月的定存，年利率都是 3%， 它没有最低的存款限制，这一点对资金比较灵活的朋友就比较友好。8个月定存呢，如果是10万美元金额以上的，利率是 4.25%。那如果是10万美元以下的话，利率就是 4%。当然了，这些优惠利率都是限时的，银行随时可以调整。那我把这些银行关于定存的网站链接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，方便大家参考。最后我们来看第4家银行是富国银行 Wells Fargo， 跑去他们家的网站也是眼前一黑，0.01%、0.01%、0.02%。我们往下拉，下面还是有一些优惠的利率的，那分别是4个月、7个月还有11个月的。我也整理了一下，4个月定存呢利率是 4%， 7个月的是 3.75%， 11个月的是 3.5%。官网的链接呢我也放到视频下描述栏了。那不管是大通、美国银行、花旗还是富国银行，他们的定存利率呢整体来说都不算特别高，很多时候呢还是在整排的 0.01% 的利率当中，零星的欠着几个 3.5% 左右的特惠定存。那这种设计呢，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在定存到期又忘了续存的时候呢，银行会自动帮你续存到利率低一些的产品。那各个储户那边都赚一点，积少成多，银行的流水不就这么来了吗？虽然这些银行的利率不高但是他们都是美国排名前几大的银行，资金和体量都很大，也不会轻易倒闭，网点呢也很多。对于不方便上网操作的朋友，可以直接去他们网点买。不过买的时候注意一下，问清楚他们目前的特惠利率有哪些，开户的时候确认好最低金额、期限，能不能提前取款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记住定存的到期日，到期之后呢，及时处理一下，不管是续存还是转到更高利率的产品，反正别让钱闲着。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些可以薅羊毛的地方，一个是我之前提过，富途有一个 8.1% 利率的货币基金活动，而且入金的时候呢还送股票，最高送60股，之前说截止日期是到6月3日，结果发觉它又延期了，所以想薅羊毛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入金开户。我们上次算过它的一个收益，放5000美元存上2个月，加上送的60股股票，收益至少是 29%。8.1的货币基金呢，它可以存3个月，3个月之后呢，会恢复到市场上的平均利率，差不多是 4.1%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信用合作社的一些高利率定存。信用合作社呢，通常它是会比银行给的高一点，当然都是网上操作的那信用合作社英文是 Credit Union 的，它是非盈利的会员制的金融机构，所以说呢，你要买他们的定存还是有一些条件的，有些呢是你要在特定州，或者有些呢你是有特定的工作。信用合作社它虽然没有 FDIC 保险，但是呢它有 NCUA 保险，也是一个人一个账户25万美元的额度，那如果超出25万呢，你就换一家第一家是 Cocost Credit Union， 它的利率呢是有 9.5%， 但是它只给你5个月的时间多的时间不给，然后最低存款金额是500，最高的话是3000美元。大家可以直接去它的网站上面，然后点击开户就可以了。第二家呢是 Financial Partner Credit Union， 它的利率不是那么高，不像前面 9.5%， 它只有 6%， 但是呢它的最高金额给了多一点，是5000美元，最低金额是1000美元，时间也长一些，是8个月。
那这个是它的网站，进入了之后呢，你可以直接开户，然后购买它这个8个月的特别的一个定存产品。它针对的是新的客户，这些信用合作社他们给的这些比较高的利率啊，全部都是针对新客户的。除了这个新客户的优惠利率之外呢，其他的大家看一下，好像也没有太多竞争力啊，差不多就是个平均利率。第3家呢叫 Apple Credit Union， 它的利率更低一些，是5%，当然也比市面上的要高一些了。期限更长，是12个月，然后最高金额也是$5000，最低的话是$50。这个是它的网站，进去了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5%的优惠利率，是12个月的。那他们家的其他的定存呢，也就是市场的价格，像一般的定存的话呢是4.1%。像这个是没有罚金的，随时可以取的定存呢是3.5%，还有4%，通常是市场上面平均的偏高一些的利率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给我留言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